尊敬的市中联马建忠主席、商斌生秘书长、市中联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同仁，我是来自匈牙利布达佩斯中东欧中医药学会会长陈震。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在匈牙利35年以来，中医药在海外推广的经验，如何在匈牙利成功立法和我们的经验与大家分享，希望巴西及有关国家在中医药立法过程中的国家能从中汲取点经验。下面我把在匈牙利35年以来，如何在匈牙利推广中医药及在匈牙利如何立法和立法前我们做了什么工作和经验，如何在媒体方面来进行布控和监控，如何用法律来维护中药在当地的这个法律的立法的经验与大家分享一下。经过2代人30多年的努力，欧盟成为匈牙利成为欧盟为中医药立法的唯一的国家。在13年的12月，有在圣诞节前的1周，我们国会进行了投票，259票赞成，73票否决，反对党很多也投了赞成票。中医药合法化的法律正式通过这个国会的表决，以大多数赞成通过了这个合法性，这个中医病已经成了定局。细则需要下一步来制定，其中有我们这个心中有邪的一个中国人，这个最好的朋友，他却投了反对票，这是历史的一个记忆。2代人30年的努力，今天匈牙利政府有一个清单，在匈牙利政府专家委员会、评审委员会看到有中国名单中的一些中医药大学享受5年正规中医药教育的本科毕业生，具有2年的工作经验，经过这个无犯罪认证、出生工作履历证明、毕业证书和学习成绩认证之后，这些文件齐全的情况下，就可以为当地的专家委员会通过表决，就可以颁发5年的行医许可证。行医许可证到期之后，可以顺延5年。立法前的准备工作是艰苦的，这经过2代人的努力，从最早的中医讲学诊所一直到后来的立法，这是个漫长30年的过程。在立法的前2年，我们和当地主要的当地的媒体做了无数次互动，正面宣传中医药的作用，正面体现中医药深入民心的疗效。整个中药传播媒体整个投入当时是10几万美元，相当于这个当地的福林货币是这些，这个做了平面媒体和各种采访和各种宣传活动，广播电视媒体的辩论策略，在法律公示期之后有1个月的过渡期，因为我们采用了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因为在圣诞节前12月17号通过例会，那这样有一个法律有一个长假，圣诞和新年的长假，所以在这时候大家可能忙于其他的家庭和春节这个中国的春节一样，在圣诞节忙起来，可能关注会少一点。这个公示期如何辩论？当时请了我们几个学会的会长和匈牙利人去这个 RTL Group 来辩论。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我们藏在幕后，有2个，一个推崇中医的
和反对中医的双方进行辩论，这样我们中国人的面孔不出现两个这个西方的医生在辩论，远比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西方人在对辩论要好一些。经过这个策略，我认为这是对立法推动是成功的。立法前的民意调查，这个是由国家统计局承认的机构来进行的，是我们来主持的。整个这个相对当地法律是这样，如果是你有20万人签名，就可以提交议会，通过修改一个法律。当时我们做的民意测验，大约有25%的当地人，这个统计数据是国家统计局承认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所以我们有足够的这个证据，有创意的为这个中医药立法，就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广泛进行正面媒体宣传，我们遍地开花的中医诊所和很多我们中医，这个洋中医都来支持中药立法。媒体宣传基本在这2年之间没有什么中医药这个负面新闻的报道。这负面新闻呢，常常是一个负面新闻出来，你做了多少年的努力，都一下被一个负面掩盖。这是不管是华人中餐馆呐，出现这个卫生问题，是确实这个负面新闻需要媒体的团队和律师团队一块来监控。30年来用法律为中医药护航，所以我们成立了多年呢，在过去几十年呢，专门设立了一个当地媒体监控团队，每日收集正负面新闻，全方位监控。法律是这样，如果这个媒体播出新闻之后，如果在24小时之内，这和中国的法律民法也相似，律师出面终止有关负面的不实报和修正，媒体这个新闻一定要从网络从只要证据确凿，他必须要暂时拿出来，或者暂时停止这个新闻扩散。另外，媒体也都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包括最大的德国的哈维蒂这个媒体，这是一个系统，当地的主要媒体有电视、有平面、有直角，有很多这个媒体，包括当地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台，我们都有个法律接触。当然，有的带着记者的偏见，但是整个主流媒体的领导团队，法律团队会对他们出面的负面新闻负责，因为这个有一个经济赔偿问题，所以大家比较慎重。不管哪个记者怎么有偏见，但是整个这个媒体集团他会考虑他的经济利益和包赔损失的问题，所以多起包括哈维蒂，我们最后打到最高法院，最后维持原判，他要赔偿。同时也需要在以后的报道中审慎言行，这几十年来就是这样摸爬滚打过来，你当他打不倒你的时候，像拳击手一样，你始终站着，你不服，你不服输，很多媒体在下次采用新闻稿报道的时候，就一定会慎慎来报道，不会以免引起法律纠纷。30年来用法律为中药立法服务，修订国家标准，这也是从接触当地这个媒体之外卫生部、药监局、各种专业协会，包括西医医生，怎么来对法律对中药的理解，我们律师团队会每日观察欧盟最新和欧盟的一些变化。包括欧盟 EMA 和欧盟食品安全委员会、欧盟的药品工作组和当地的各种我们专业社协会都要保持最新的互动。一旦发现有法律修订，我们会及时制止。比如说欧盟禁用药名单里的中草药。当地根据欧盟的规定，各国有权利制定自己国家的规定，所以匈牙利有利于这虽然是欧盟成员，但是我们通过互动多次跟卫生部、药监局
和农业部在法律颁布这个过渡期内，即时律师团队和专家去跟他们接触。欧盟规定有些药品已经在市场，草药、中药已经在市场流通过，已经有多少年的证据证明它已经在市场流通过，这样他会这个考虑当地的法律变化会有些法规来那个我们来及时修订。所以在负面清单中，我们将多少几十味中药从负面清单中拿出，致力于这个中药这个中医诊所和我们中药产业化经营这个团队在以后在发展中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有些标准他不知道，比如说荷叶，当时这个荷叶我们做了4年的工作，包括同荷兰的这个大学专家博士团队进行证据研究，这荷叶的这个降脂的效果存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要收集好多的材料，急性、亚急性、毒性事件、致期试验，包括包括的质量标准，这生物检怎么测定最好我们中医用的当归，当时这个把当归都列到禁用名单，这个中医11.9当归没有怎么配方，包括山楂，欧盟对中国的山楂，它当地有山楂，但是用药部位是叶子，不用果实。怎么来做这个山楂这个研究？从2000年我们做了8年的工作，把它从这个负面清单拿出来。怎么把这个山楂这个能正常它这个当地这个心血管疾病很多，丹参、山楂有些配伍一些中药，它不让你用，这很麻烦。所以经过8年的努力，最后欧盟和当地卫生部把这个山楂的标准可以自由流通，让这个包括枸杞子，当地这个 lithium globulin 当地也有产，但枸杞他们当地叫狼果，吃了会中毒，它和我们特殊种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把枸杞怎么把这个枸杞这个标准叫当地政府来把法规来修改，来支持，这是中药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法律步骤。30年来推广中药文化，培养民众健康生活方式，这是跟习主席的以人民为中心这个中心是一致的。30年来我们深耕细作，用了很多策略。我从2003年第一次 SARS 这个肺炎爆发，我们就一直用中医药为当地的一些机构银行和这些政府部门来抗疫，用中药的一些这个配方来对抗最早的疫情，一直到这次这个新冠肺炎在欧洲爆发，我们从最早实施大国主药，一直到最早援助意大利伦巴第地区来抗疫，在断航断邮、极度恐慌的情况下，从第1波疫情到第6波疫情，中医药在当地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包括德国的留学生、周边国家这家属、留学生、中资机构、外交使馆，都是靠我们当地30年积累的经验和我们中医药的航空母舰，在唯一的一个 GMP 制药厂、制药基地，这个为中医药广大这个中医药为当地的民众近100万提供了抗疫这个中草药和这个增强免疫功能的药品，已经深入民心。这种普及的策略得到了在匈牙利的生根长叶，在疫情时候结出了硕果。我在建党100年的时候，向中央提出了如何用听得懂的语言，用可听得懂的方式来传播中国文化，是我们第2个100年计划中，在我们新的时代、新时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主要任务。中药也是一样，我们出版了很多外文出版了很多英文的资料，但是当地人对英文普及率还是不高，特别是专业的文件。如何用生动
可接受听得懂的语言来加强这个中医药的传播。只有当地的语言才能深入到民众的心中。从98年开始，我和我的女儿开始一个当地的中东大学的一个教授在翻译，真是一天就只写个1页，有时候只写半页，用了几年的时间把这个他们生活中的36种疾病，用中医和西医对比的方式来给它写出来，找出他们生活中那些不利于健康的一些因素，给它罗列出来，以启答式的方式积累了几十个问题，来叫他来这个思想，这个他们健康生活中如何改善他们健康方式。其中在书中就体现了一个就预测，就是几十年后匈牙利的肿瘤发病率，匈牙利饮食会造成多少的伤害，大量这个吃的这个红肉和脂肪，当地会引起大肠癌的发病率。这个预测在15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正式公布了。匈牙利人他特有点迷信，说陈博士20年前预测，当地的肿瘤发病和我们大量进食红肉的数量和熏肉、咸肉有关。当地人对这本书就特别迷恋，变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健康圣经来指南。这几十年，这20-30年来翻译了多次再版。另外一本专著也是当地文字出版，把我们常用的中药，进行对比研究，把中药这个一些这个用化学成分，有些用西医看得懂的方式来解释，从有效成分、有效部位，一直到中医的这个辨证论治，来进行这个四气五味，这个升降浮沉，给他讲中药和化学成分的关系，寒热温凉如何用化学成分来对比解释，他们慢慢的就懂了中医药文化。这是立法前30年，出了的专著。另外，每个月还有胸文版的这个杂志，陈博士药房杂志，还有平面媒体多次做电视讲座和采访，正面宣传中医药，这是中药普及我们的经验。如何30年让中医药进入当地人生活中，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扩大影响，是连续近20年为当地这个老年人、残疾人义诊，在甘肃这个中药团队的支持下，我们每年采取这个大规模的义诊，最多的时候一次3万大规模的义诊，大家排着长队最终能得到这个医生的指点，这变成了他们的节日。立法前这个准备，这些是多年的一步一步的深耕细作实干做出来。每年的义诊盛况，这个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经济日报、新华社多次派记者来看。在疫情最后的一个春节，我们中央新闻还进行了报道，每年的义诊盛况。另外一个推广中医的办法，就是如何用西学中这些洋中医来推广中医药，这有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些住院医师每年每个人都有大部分的自己的管理团队，有的是家庭医生，他们他们和千家万户有的联系，每个人有上千个家庭。所以从1987年到现在这30多年来，先后通过培训大学这个团队培养研究生教育，培养了近5000名洋中医，这些教材都是我来免费给他们提供，组织这些医生到中国去，一共先后在疫情前我们组织了9次的双方的学术交流会，教洋中医的先了解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和我们中医在社会的地位和民众的影响，
这样切身感受中国的魅力，这才能理解中国。这是活生生的中国故事。这些人每人也有自己的诊所，在公立医院工作之后，他们还要自己的诊所，还能有经济的收入，所以他们都有积极性，学了技术回来为自己服务。这些也成了这个中医针灸啊，国外立法宣传，这些人大部分也不会反对，在立法表决的时候，他们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因为这涉及到他们个人的我们的共建、共享、共赢嘛，这是我们的互融互鉴这个模式。各国大使夫人也是中医药传播的最好的使者，通过当地的中国使馆各界大使对中医药的支持啊，组织了用大使馆出面，举办了几次这个中医药大使的夫人的体验会，所以大部分这个都会对这个中医药产生极大的兴趣。连续20多年为这个当地人义诊，确实起到这个以人民为中心、落地生根、培土生金的作用。通过中医药连接了民心，所以匈牙利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的中资企业、大企业来这里投资，提高扩大中医药的影响力。这是中医药在国外这次疫情之后啊，利用我们中医药的制造基地，为中东欧国家近100万人在断航的情况下提供这个抗疫诊治和这个网上视频这个义诊，包括大国主药，包括3药3方的普及，在匈牙利在整个中东地区是不多见的。中药的普及离不开两国政府的支持，两国政府在2014年签订了中药合作，这个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变成了这个2014年的重大新闻。双方决定在匈牙利成立中国中东欧医疗教育培训中心，在借助这个16+1卫生部长会议，于文明局长出席了这个16+1卫生部长会议，当地卫生部、人力资源部、内务部派了数个部长参加，也为中医药立法后的细则制定推进了一步。严冬副总理当时跟这个匈牙利代表团也接见，敦促他们尽量为两国立法提供方便。大会之后，我们回到匈牙利之后，组织了数次这个高级学者论坛，各大学的医学院的校长、各个相关部门的部长、人力资源部、卫生部、旅游部和这个文化部各个大学校长悉数到场进行交流。我在会上也进行了发言，讲中医药的故事，讲中国故事。高水平的部长论坛，叫他们体验这个色香味俱全的中医药，是很多部长都是流连忘返，在立法细则的制定上推进了一步。马建忠主席、刘延东副总理为中东欧中医药医疗教育中心这个培训中心的奠基，也成为了中医药发展立法的助推剂。中医药在欧洲拓荒30年，深耕实干，完成了数个科技的研究。早在1990年、89年，我就开始了这个研究，做了无数次这个中药的鉴定，中医药的发展也做科技为先导，在多个大学的合作进行蛋白分类、蛋白库，为中药的有效成分这个有效性进行了支撑。科技的推广离不开这个科技的支撑，所以我们进行了无数次这个科研的，两国政府进行了60几个科技项目的研究。另外，将产业化、规模化也是中医药立法和进一步深入人群扩大化的主要。我们主要在过去的10年到20年完成了人口近80%的大健康普查，为下一步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对绘制疾病谱、服务主流医学
做出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感谢各位的聆听，祝各位同仁平安、健康、喜乐。好，谢谢大家。